之前的几期视频提到了极简主义、消费降级之类的话题，有小伙伴问我，这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是否会导致年轻人低欲望的现象，也就是会不会出现像日本一样的低欲望社会？听完我瑟瑟发抖，因为低欲望社会反映出的问题实在令人细思极恐、背脊发凉。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低欲望社会是怎么一回事儿。这个词来源于日本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大前研一的《低欲望社会》一书，作者对日本当下的社会经济现状做了分析，总结为人口不断减少、老龄化严重、失去上进心和欲望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国民有钱不消费，企业有钱不投资，大家对经济发展不看好，资金不能有效运用，无论是货币宽松政策或公共投资，都无法提升消费者信心，无力振兴经济。这个画面感很强，举个例子，小 A 毕业后不想着去找一份好工作，当然日本的偏差值教育制度也决定了偏差值低的年轻人找不到好工作，他没梦想、没追求、也没欲望，不想买房买车，不想结婚生子，挣的钱够吃饭上网就行了，没事就宅在家里办近5米外的事情漠不关心，又佛又丧。到了30岁终于有长远计划，那就是开始攒钱养老，年纪轻轻却老气横秋，虽然身处闹市，却仿佛与世隔绝一样。咱们有佛有丧那是自我调侃，其实内心渴望天天向上，人家是真的将这种思想贯彻到底。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低欲望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人口负增长、经济低迷、发展疲软的低欲望社会。说到这里，我想到了中国一群特殊的年轻人——三和大神。我觉得他们的生活状态与低欲望现象惊人的相似。在距离深圳市中心不到10公里的龙华新区，有一个叫做三和人才市场的地方。很多年轻人初到三和的时候，大都想找一个稳定的工作，比如服务员、快递员或者进富士康，但很快他们就厌倦了高度重复、没有未来的生活，索性选择活在当下，享受即时快乐，做日结零工，干1天玩3天。而且周围的物价极其低廉，也支撑了他们扭曲的生活方式。一大瓶青蓝2块钱，一碗清汤挂面4块钱，上网1块5一个小时，通宵也只要10块钱。他们有时候一天睡16个小时，只吃1顿饭，唯一的乐趣就是去网吧玩游戏。低欲望现象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看到这里，你就会对低欲望现象有一定认识了。而极简主义和消费降级是什么呢？咱们一个一个说。极简主义最初由密斯·凡德罗提出，初衷不是让我们为减而减，而是抛弃物质干扰，去追寻更有价值的生活方式。不是让我们扔东西，而是保留最有用的东西。不是不买东西，而是买适合自己、品质高的东西。省下的时间、精力、金钱可以投入到更有价值的地方，让生活更有意义。所以应该是为品质而减。消费降级我理解为极简主义在消费行为上的具体体现，就是消费行为回归理性和成熟，从原来受品牌广告的影响，转卖为自身需求、商品品质等，降的是价格，不是品质。虽然从表面上低欲望人群和消费降级人群都是买的少、用的少、生活简单，但从底层逻辑来看是有本质区别的。低欲望是克制，是自身能力和外界条件满足不了生活需求之后，仅保留生存需求的无奈选择。而极简主义和消费降级是理性，是不被物质和错误价值观束缚，追寻生命真意的更有选择。所以极简主义和消费降级并不会导致低欲望现象，相反，这种生活方式会让人们更加理性和审慎，不再被商家传递的超前消费、假精致这些扭曲消费观误导，而是消费者以自身需求影响上游的商品供给，从而优化消费市场环境。说白了就是低欲望社会会造成商家的东西卖不出去，而消费降级是让商家卖价格合理、更有品质的东西。那低欲望社会真正的诱因是什么呢？这个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我们还拿日本低欲望社会来说，日本并非一直都是低欲望社会，经济泡沫前它也曾是欲望国度，但自1991年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地产崩盘、通货紧缩、失业率居高不下，日本经济持续低迷，被称之为失落的20年。不满35岁的日本人自打懂事后就面对失落的20年，他们不想像父辈一样背负债务和风险，逐渐丧失了对社会和未来的信心，也就是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改变大环境，人生苦短，与其在焦虑和内卷中徘徊，还不如做个简单快乐的逗逼。所以低迷的经济环境是造成低欲望社会的第一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其次是教育制度，日本推行的偏差值教育制度也早早的给学生分了3、6、9等。偏差值不会随考试难度和人数而有很大变化，相反，每个学生每次考试的偏差值基本波动不大，所以学生很容易被贴上标签。比如咱们的高中考试，学渣也会因为一次考试考出好成绩而觉得自己还有救，但在日本，这次考了350，下次考了400的偏差值可能都是60。大前研一说，由于日本推行的偏差值教育制度的实行，人的能力被数字化了，所以日本的学生经常会被问到你的偏差值是多少这样的问题。偏差值低的学生会过早的放弃治疗，因为他们觉得为社会做贡献是一小部分偏差值高的人的使命，
自己只顾眼前的苟且就可以了。第三是阶级固化，在日本有一个谚语，青蛙的孩子还是青蛙，说白了就是穷人家的孩子注定还是穷人。日本的贫困率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也就是阶级固化的现象非常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想通过自身力量完成阶级跨越几乎不可能。穷人的孩子资源紧缺，努力也很难翻身，中产的孩子有点底子，偷懒也不会饿着。大家都在各自的阶层内安于现状，得过且过。最后想说一点，日本的宅文化也非常盛行。知乎网一看客记录了一些典型的失踪人口。22岁的佐藤，不工作没收入，家里蹲4年，一天也不曾离开几平米的单间公寓。而像佐藤这样的谪居族，日本大概有100万人，最长宅了40年。他们也知道这样可耻，但觉得逃避是一种很有用的办法。低欲望人群其实是认清现实之后采取的一种最不理性的应对方案。经济不好就不挣钱不花钱，拼不过别人就不拼了，躲起来。环境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降低欲望和生活品质后，又会造成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恶性循环谁都跳不出去。所以你看，如果让极简主义和消费降级来背低欲望现象的锅，那就是欲加之罪了。他们其实没有相互因果关系，开头的疑问只是对这几个名词表面含义的错误理解罢了。最后，我们要理性认识低欲望、极简主义和消费降级，既不要被商家鼓吹的扭曲消费观误导，也不要过于将就而影响基本的生活质量。应该用物质的精简换取精神的充实，穿过物质的海洋，去寻找生命中更有价值的东西：健康、人际、热情、成长和奉献。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星河将不胜感激，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关键在于与谁同行。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这里是星河百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